把观音锤交出来！找死！难得有人能接住我一招，但是可惜了。哦，原来你要的是这位，告辞。追得这么紧，那我就不要了。我所不，果然是你，向一。观音锤对名不虚传，总算救上金府。不枉我用锁骨功隐藏身份费这许多功夫。李相夷，我这才能跟你聚聚。10年不见，李相夷别来无恙啊！哼，狄盟主啊，这1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缠人啊！所以在魏庄你就认出了我，要不然呢？这10年我每日都想和你再斗一场，可他们说你已经死了。哼，我没死，你那么高兴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失陪一下，我还得回去做饭呢。啊。你为何只剩1成功力？你中了我的明月沉西海，我不也中了你的悲风催八荒吗？这受了点伤，多正常啊！哎呦，服下观音锤类之前，我也有6成功力。这10年你都做了什么？实不相瞒，这10年我的确挺忙的。我忙着好好照顾自己，忙着好好生活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还学会了烧菜。烧菜？对啊，烧菜，烧的还不错。堂堂四顾门门主李相夷，正道武林第1人，10年光阴竟做这些无聊之事。狄盟主，你实在是太武断了。这柴米油盐，它可是比练功还难。我跟你说啊，做菜就更难了。烧一道好菜的同时呢，它讲究的品质是非常的较劲。不信你改日试一试，做一道清炒小白菜试试。现在就和我去找灵药。哎，等等。若补品真的有用的话，你又何必用缩骨功去找观音锤类呢？没用的。更何况，我现在也懒得用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这不挺好的吗？比之前更年轻了呀。我真没想到这10年你活得像条狗一样。你才是狗！你想当废物？好，我成全你。我现在就带你去百川院，让你的属下看看四顾门门主李相夷活成了什么德行。你不要尊严，我就让你没有尊严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要吐了！哎呦，吐，吐不出来。我只是说个谎让你停下来，你飞得太高了，这内力一断会摔得很惨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的内力？
哎，你也别试了，这内力啊被封住了。观音垂泪，哼哼，聪明。你下毒？哎，别过来，这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是一品坟里的修罗草。南印3大秘术修罗草，还可以。这狄盟主也真是博学。这墓里那位南印公主是百年尸身不腐，就是体内有修罗草的缘故。那刚刚啊，我也在他身上拿了一点草籽，就放在这个观音垂泪里面了。这东西借血疯长，现在修罗草把你的经脉封住了啊！李相夷，你是不是早就算好了这一切？我不过呢是去了一趟玉城，就知道你没有死。那你出关之后定要找灵药疗伤呀，就只有这观音垂泪了。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旧闻，这观音垂泪是方继王的陪葬。你说好巧不巧，这个普除山也出了一些怪事。然后呢，我想出去碰碰运气，玩一玩。嘿嘿，没有想到，看着背着一把大刀的小孩，这明目张胆的发着臭脾气，就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没改，这我还看不出来。李相夷，你功夫不练，心计倒是更胜一层楼。哎，别！你想用修罗草杀我？在这之前，信不信我先杀了你？你看你想多了吧？我只不过呢，有事请你帮忙。你威胁我？我怎么可能威胁你啊？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。我还不知道你，你这个人呢，最不受的就是威胁。这样，先把刀放开，慢慢聊。这事成之后呢，我送你一件礼物，洗精法髓诀。你师父的绝学？没错，此穴呢可逆转心脉，将修罗草丝排出体外，恢复你的内力。当然，你要是不同意呢，也不勉强，大不了你直接用刀把我给杀了。什么忙？很简单，这第一呢，你替我守住我身份的秘密；这第二，我师兄单古道的遗骨在哪？我还以为你要我解散金元盟，或是不伤武林中人。第一件事我可以帮你，你自轻自贱，我无所谓。第二件事我帮不了，你师兄死了10年，江湖乱了10年，我找不到他的尸体。当年金元盟杀了我师兄，抢了他的遗骨，我才引你东海一战。这10年以来，我一直在找他的遗骨，可我却从未找到。以你的号令，定能号召金元盟重查旧事，帮我找到我师兄。你师兄被野狗吃了也不无可能。你要我杀遍天下野狗，去找你师兄的骨头啊？哼！若真如此，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会泄露很多的秘密，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如今呢，我们还是先要把张庆师的事情给查清楚。凶手呢，杀人在前，在墙上敲动嫁祸在后，那说明他必然是从前门进入的。可是张庆武住在同一个屋子里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那如果他们没有住在同一间屋子呢？4号房和5号房并排而建，你说哪个是4号房？这还用问吗？一个4，一个5，当然这边啊。哎，奇怪，这怎么也是4啊？哦，你抹的泥巴呀？天黑越暗，凶手只需遮住5号门牌中的白点，再用这个白灰在4号门牌上加上一点，那4、5就交换了位置，只需失火双煞分别回房。那么在这个时间差中间，随便动了一点手脚，后回屋的那个就会错把5号房当成4号房住进去了。可我昨天晚上
是看到了石虎双煞兄弟一同住到苍鹿院，理应是一同回屋啊，怎么路上还会分开了？那你为什么又会把他们跟丢呢？我带你去。哎，我昨晚就跟他们到这儿，把人跟丢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来演绎一下。李莲花，你走错路了。这就是昨晚的玄机。这里雾气深重，这是一布置奇门遁甲之术，高手呢无需多做，简单几步，便会让人迷路。李莲花，张庆虎和他哥哥就被如此分开了。原来如此。昨晚的情况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原来如此，我还当是自己醉酒走得太慢，哥哥等不及，先回房去了。这酒醉后呢，不子虚服，与清醒人不同啊。你们兄弟被设计分开，回房时候呢，住进了不同的房间。我们兄弟二人住的是同一间客房。那你可曾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啊？没有，我酒醉犯困，回房就睡了。所以你哥哥住进了4号房，而你住进了5号房。昨夜酒宴后，石虎双煞回屋路上被这石板路分开，张敬师在前，张庆虎在后。张庆师苦等不到张庆虎，于是先回到4号房。此时凶手在门牌上分别涂好黑泥和白灰，让2个门牌对调，又进入了4号房，杀了落单的张庆师。等张庆虎回来时，夜色深重，加上醉眼朦胧，看到动过手脚的门牌，自会住进了5号房。凶手行凶后，敲开后墙的透气孔，将嫌疑引给小孩，再将防护灰擦去。张庆虎呢，起夜后门牌也换了回来，他被转到了4号房，这才发现他哥哥被杀。求前辈告知，杀我哥哥的凶手到底是谁？能想到调整石板路上的间隙，又能想到将人引开分岔路口的这个方法。以我的判断呢，这个人能懂得奇门遁甲之术啊。古风仙，你入门前不就学的是遁甲之术吗？早就听说素手书生的大名，今日一见果然了得，不错。张庆师是我杀的。姓古的，我们兄弟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下此杀手？无怨无仇？于婉婉这个名字你可记得？洛尘蝶于婉婉，我听闻他是随他哥哥半路入行的，他哥哥就是你。遁甲奇门难学难精，下的苦功却用武之处不多，是一门中弟子多是清贫。机缘之下，我入目道宝，发觉不仅可以一展所学，更能发财，我就迷了心窍，带着妹妹也一起做了土夫子。哪知5年前，我表妹与这石虎双煞联手，竟被张庆师借着酒劲奸杀。我一直在找机会报仇，怎奈石虎双煞合力太过厉害，无从下手。总算等到今天这个机会，才大仇得报。
张庆时是被我妹妹的玉簪穿喉，我杀得痛快，杀得应该。可他的狗头不是我砍的，我杀了你为我哥报仇。都喊住我！住好！杀我哥的凶手已经找到，魏庄主这是何意？我找诸位来是入一品坟的，个人恩怨就先放下，等事成之后，你们爱怎么杀随便你们。姓魏的，莫不是今天吃错了药？我刚才所说的话是给在场所有人听的，你们乖乖听我调遣入一品坟，否则别怪没命离开这普出山。魏庄主，咱们是来吃席的，难不成凭你这几个家丁就让我们给你做牛做马？哼，家丁自然不行，但鬼哭汤却可以。诸位，昨天晚上的酒喝得很尽兴吧？现在摸摸神阙、关元两穴，是否酸痛难忍呢？那就证明鬼哭汤之毒发作了。你在酒里下毒？鬼哭汤之毒无色无味，初时并不难解，但6个时辰之后，毒入骨髓，那就成了唯有配毒之人可解的绝毒。哎呀，为了等毒发，我耐着性子听你们吵闹了一夜，别提多心烦。魏庄主，您这是为了什么呀？从昨日进了我魏庄开始，你们就矛盾不断，这怎么能团结呢？现在好了，简单了，想活命就乖乖听话，帮我入一品坟才能活命。交出解药。黄泉丝，黄泉14贼的黄泉丝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黄泉14贼的黄泉丝，自然是从黄泉14贼尸体上得到的。你兄弟2人是黄泉14贼张前荒的后人，这我早就知道了。普出山那7具无头尸体，就是黄泉14贼当中的7位。我砍了他们的头，就是怕你们知道，连黄泉14贼都死在这里，你们胆小不敢来。你如何杀得了14贼？这你可不要冤枉我啊！酒席上的话我没有说谎，这7位死在一品坟里已经有10年，我砍他们的头，不过是要隐藏他们的身份。头呢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，会泄露很多秘密，不管是死的活的都一样。黄泉14贼已经死了10年了，你不会以为14贼消失是他们发了财远走高飞了吧？你兄弟2人拿着刑牌找人也是一片赤心。不过现在简单了，只要乖乖听话，帮我入一品坟，没准儿还能看到你家先人的遗骸。这姓魏的阴毒，各位，咱们一起上！现在还有胜算，大家快上啊！毒入5脏，内附翻脚，那可是很疼的。庄主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入坟，求托我一定使出浑身解数帮您，求您饶了我性命吧。哎呀，大家本是同道，我本就不想做绝，只要你们听话，我就给你们发上半颗解药，让此毒延缓3日发作。待事成之后，我再奉上剩下半颗解药，并且将一品坟里的宝贝按劳发放，皆大欢喜。我保证听话，请庄主赐药。还是求托使去。求庄主赐药。求赐药。求庄主赐药。请庄主赐药。请庄主赐药。很好。诸位吃了解药之后，就去库房挑些趁手的工具带上，随时准备出发。哎，李莲花，我这儿东北角看守不多，你从那边走比较方便。
啊？走。这魏庄主，在朴树山待了一辈子，他若真的有本事入坟，把这黄泉14道尸体搬出来，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呢？这7道陈尸案背后定有高人，假借庄主之手引人入墓。这一品坟此行危险，你还不会武功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我要是走了的话，你岂不是会穿帮了？你就别管我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来，你快走。走。哎，别着急，你听我说2句啊。实不相瞒啊，其实呢，我和他们一样，我也是为了这个一品坟而来的。你也想要观音垂泪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虽然抠门，但不曾贪财。那这一品坟里的金银财宝，你肯定不在乎。我方大帅就站在你面前，却从未替你讨教过武学。那这武林秘籍，你肯定也不在乎呀。还有这银珠甲，你都不当回事儿，说明这神兵利器你自然不感兴趣。那便只有观音垂泪了。我说这观音垂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每个人都想要，连你也想要？观音垂泪乃是稀世灵药，师傅双煞想要它，自然是要增加功力。我是治病。治病？你受伤了？你生病了？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自有心气，晚上呢也睡不好，也吃不好，心眼也特别的绞痛，唯独只有这个观音垂泪啊，才能治我的病。这观音垂泪不过是隐藏百年的药，若是不能救人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再说了，我方多病，岂是忘恩负义之人？你放心，这观音垂泪，我也想办法帮你拿到的。其实我也不是非要不可嘛。那就公平点呗，我帮你拿药，你帮我查案，怎样？就这么定了。嗯。哎，你说那小孩到底什么来头？这庄主用毒控制了所有人，却唯独对他优待，竟然还让人抬着上山。那可能怕他长大了难缠吧？我才不信呢！不信，我得找机会试试。哎，你可别去啊！为什么？你不觉得张庆虎很奇怪吗？你倒不如多留意留意他呀。哎，这问题，前面应该是被布下奇门之术。你看啊，这么大的东珠还被穿了孔，这明显的是从手指上掉落下来的。这么看呢，应当是这里。7道陈尸在这儿，一品坟也在这儿，幕后之人应该就在附近，等着我们入墓呢。诸位，看到了吧？这儿就是一品坟，可惜啊，被奇门之术挡住了。古兄弟，有劳你了。这奇门阵果然了得，引全山之物将这山体隐藏。只是阵眼似乎不久前被人破了，否则就算我师父前来，也发现不了此处。前面的山壁并非天然而成，应该
看到了吧？现在你们知道为何入这一品坟非我家小前辈不可。看到了吧？你也别大惊小怪的。这个轻功呢，是还不错。何止是不错，这样的轻功在万人册里也得留名吧？哎，你怎么那么淡定？哦，我这也分不出来真假，也看不出来高低啊。那你学着点吧。段海他运气不好，干咱们这行的，谁还没见过死人呢？现在木门开了，别耽误时间了。锦奴，你在这儿守着，有生人来就发信号。走。你笑什么？这笑运气更笑人情啊！看来是有人用掌力将巨石调转了方向。难道是张庆虎？这巨石若不去动它，只会砸在二人当中，落个轻伤。是张庆虎害死了自己朋友段海。这张庆虎的掌力很强的，别想了，走吧。刚进门的长明灯上都贴着金箔，这一品坟真够排场的。诸位，你们不会亏，等事成之后，你们下半辈子都不会再做这地下的营生了。这是往上走的，见天种。果然是见天种。旁的墓穴都是向下，见天种则是依山而建。墓室修在山顶，让墓主铺于天光之下。这样修墓，一则可以惩戒墓主的不臣之罪，二来这傍山的大陵也不失皇家的威严。南印的工匠也是费了心思。奇怪，这木门怎么是打开的？别动！独臂神道梁不明，
紫袍贼王岳三秋，这是黄泉14贼的另外几位。我早就说过，黄泉14贼在这墓里已经死了10年。张江湖，我可不曾骗你。尸身腐坏的并不严重，想来是这墓穴特殊，所以山下的器具尸首会让人认为是新死。看来这黄泉14贼在10年前就来到此处。即使被困死在这里，又为何一半在墓穴，一半在山下？这我又如何能得知呢？不过，14贼前辈竟然把一品坟的消息带出来让我们知道，那我们也不能辜负了他们。诸位，随我来看。来，给他打开。哎，诸位，啊，等等，我这么一看呢，这棺材应该没有尸身啊，说明啊，这里应该是一处假密室。这假墓室里面都藏了这么多金银财宝，那葬这方继王的真墓室里面，得放了多少的金银财宝？诸位，都不好奇吗？好奇什么？那财宝要捡。小了，格局小了。哎呀，何必急着拿这些二等货色？等找到真墓室，恐怕你们的口袋都不够用。现在这是墓道的尽头，真正的入口一定就在这附近。谁先找到入口，谁第一个选宝。想发大财的，各凭本事吧。这里大部分机关木门都是完好的，你说这幕后之人是如何将器具尸体抛出墓外的呢？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把它丢出去。丢出去？这一品坟不在地上，而是在山顶上，不是吗？有意思。葛攀，你想干什么？诸位被下毒逼迫，都忘了吗？星卫的毒都下了，事成之后岂能解毒？到时候杀了大家，独吞了财宝，才是最稳妥的嘛！哈哈哈哈！我不想与大家为敌，只求活命。我们抓住他严刑逼供，还怕他不交出解药吗？到时候诸位平分这一品坟的财宝，岂不更好啊？啊！久等不来，原来是你造反了！乖乖听话，
别找死！这小子，夫子呢，本就是一命，有什么歪门邪术也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再说了，你仔细看一下，他虎口无颈，手指却有，说不定也是个暗器高手。葛大侠，你怎么样？我先扶你起来，来。葛大侠，你没事吧？多谢方少侠。哎，咱们都中了这庄主的气毒，同病相怜。若是这一次得不到解药，还得辛苦您带我们回百川院，找白院主解毒，救回我们一命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感谢。你们现在都知道了吧？谁惹了我家小前辈，都得死。还不赶紧去找！不必了。这里的机关分别对应着八方位中的6处，只缺乾坤2位，而这里又是见天种，乾坤颠倒，所以只需找到一个乾位，便可将其他几处的机关互相联动。这是机关飞圆爪，一旦有任何危险，你就用上它登高逃命。观音锤类我会想办法帮你拿到的。好，那就靠你了。走吧。观音门，一品坟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想要赶尽杀绝，哼，还是有些手段。这梅花镖自你们3人那侧发来，说，是谁？谁？刚刚我也险些被暗器所害，我被伤了内息，用不出武功了。张千虎，狮虎双煞，我记得你是用暗器的。刚刚所有的火光熄灭的时候是同时的呀。正是，我用的是虎牙镖，从未用过梅花镖。哎，不过狮虎双煞倒是很会演戏啊，还不累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演你自己的弟弟很累吗？你会不会忘了自己是谁啊？张庆师。张庆师，
他已经被我杀了。你是杀了人，但并不代表你杀的就是张庆师啊。我昨天晚上跟着张庆师回房，不会杀错的。这狮虎双煞呢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同胞同向，那你是如何分别的呀？张庆师手持双锤，身穿黑衣，张庆虎则用镖囊，穿白衣，一目了然。我问你一下，如果二人换了衣服和武器呢？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巧合，我与庄主曾经在酒宴上说过，狮虎双煞中呢，这个张庆师啊，酷爱喝的是烈酒，招待大家呢也都是西方烈。没错，是。哎，那他们昨天分别点了多少？张庆师喝了半坛子，然后就酩酊大醉了。这个张庆虎喝了半杯不到，之后就用茶水代替。你应该已经知道自己不对了。昨天晚上你跟着的张庆师，他清醒得很，反倒是跟着后面的张庆火酒气冲天。况且你也说过，你呢是用玉簪穿喉杀人。那么你杀完人之后，我想问问你，人头去了哪里？我也觉得奇怪，他为何又被砍了头？很简单，因为砍了头就不知道究竟那个人是谁。昨晚的情况，一开始就是一场。要不这样，我再帮你分析一下。哼，素手前辈话本看多了吧？讲这许多空话，哪有半点证据？你看，还这么嘴硬。那我再说说啊，这大门外呢，达家的巨石突然转向大楚断海，能有如此臂力的人，张庆虎是做不来，唯独张敬师可以啊。哎，你看，你为了冒充这个张庆虎，你点的这个假冒的痣，都快掉下来了。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只不过是瞎说的而已。
张庆师，张庆虎的人头是不是在房间？原来你这个畜生还自苟活！那这张庆师不会用暗器，那这梅花镖……葛大侠，我就不跟你演戏了。你虽然受了内伤，可你袖口的弩还是能杀人的吧？你呢？看破他假扮弟弟后，借机要挟配合你，所以你手里的武器是张庆师给你的吧？我胁迫张庆师，是奉百川院之命剿灭你们这帮贼子的。很快，其他刑探就会包围此地。你们如果想活命，还得我帮你们美言几句。我还是劝你们，乖乖的把我放了。奉百川院之命，你衣衫内衬是徽绸云纹，只有未通过出世的见习弟子才会这么穿。我让你求白院主解毒，你却满口答应。殊不知这白院主最不擅长便是毒术，你分明就是新来的见习弟子。还有，这路上的贼人虽然有罪，但罪不该死，你却将他们尽数暗杀。你如此卑鄙贪婪，还是跟我回百川院，让佛比凡师好好审审你吧。这下手也太重了吧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百川院刑探方多病。我劝你早点打消这个念头。这里的宝贝怎么用，可不是你说了算。哼！前辈，我替你召集人手，逼朋友服毒，都是为了帮助前辈入这一品坟呐。前辈，你看看是不是今天能略施小恩，帮我把这2个人杀了？你也配跟我提要求？原来幕后之人是你。公主，恐怕也要跟你的至高武学说有别了。李相夷，
你真以为我不会用尽苦心逼你解毒吗？会，你当然会。你探我弃海之时，知道我命不久矣。你对我这个将死之人，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也别再浪费时间了，要不然我还没有找到我师兄。哼，我要是死了，你不是白费力气吗？无言参见尊上。10年前单孤刀的尸首，是由哪个仵作查验的？回尊上，盟中仵作以尸魂技法最强，尊上吩咐的事必是由他经手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10年前那场大战，盟中精英尽散，仵作这种身份早已消失，隐匿江湖了。哦，不过属下记得这尸魂幼年时曾被普渡寺的和尚收养，也许他自盟中出走后回了普渡寺也不一定。尊上可要属下去查探一番？不必了，普渡寺、百川院、铜山二间，我亲自去一趟便是。此事不要向旁人提起，跟盟中说我有私事要处理，叫他们别来烦我。是。走吧，普渡寺。不敢去啊，怕百川院的部下看到你这副模样。哼，那倒不是。这走之前吧，我必须得带上一个人。风都病。聪明。你现在还真是麻烦。郝德兵，郝德兵，李莲花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别激动啊，放心吧，我没事，逃命我还是很擅长的。这死东西，武功这么强。对了，那小东西呢？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那观音垂泪呢？赶紧追啊！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这个伤都还没好呢。都说了，被他带走了。这个臭小子，他处心积虑呢谋划这一切，其实啊就是为了治病。于是呢，我就用这个观音垂泪换他一辈子不再作恶，他自然也就同意了。就这么简单？一点都不简单。为了说服他，我口都说烂了。不过那个臭小子好在也是一个重诺之人，就是有点不太礼貌。那你这怎么办啊？没有观音垂泪，你的心急。没有多大的事儿，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。放心吧，死不了。反正现在也挺好，既然能说服那个臭小子不再伤人，那这一切也都值得了。还算你有几分侠义心肠。你放心，我早当你是我的搭档了。你的心结，就算寻遍天下奇药，我也要帮你找到。至于你当不当我是这个搭档，本事还不在乎。不认又能怎么办呢？反正也甩不掉你喽。啊，拿着。我跟你说啊，如今这个一品坟的洞口打开了，那肯定会有很多的贼子闯进来抢夺这些金银财宝。事不宜迟啊，你赶紧去上报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应该是破第2个大案了吧？你别提了行吗？现在人都死光了，谁还能替我作证啊？你忘了，门口你刚才打的那个，不是还活着吗？对哦。
什么人挡道的？自己人，他就是用那个铁头套罩着脑袋的铁头奴啊，记得了吧？哦，铁头奴啊，难怪一副冷巴巴的样子。这铁头奴什么时候成为自己人的？哦，他叫阿飞啊，南海人士。多年前呢，我与他相识，后来他中了魏庄主的奸计，被收作铁头奴，实在是很可怜。我呢，又看他无家可归，所以呢，就准备收留他一段时间。正好呢，你带这个葛帆去百川院，我呢也带他去普陀寺寻找他另外一位故人。废话真多。哎，你骂谁呢你啊？这么没礼貌呢？跟他有什么好计较？有损你的身份了。不行，必须把规矩立下来。什么人？不早了，先回去吃好吃的了啊！你等我一下。哎，你慢点，等我会儿，我肚子快饿死，我还吃什么呀？风盟主，你问问你家主人，我这个投名状可合他心意？罗摩鼎，可不就是罗摩鼎吗？狄飞升就是狄飞升，一出手就破了1品坟，圣女果然好算计。连天下第一的狄飞升都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好，主人见了罗摩鼎一定欢喜非常，你我2家联手，何愁大事不成？你可有师承？用的是拳脚还是刀剑呢？要不咱俩接着比划比划？你那什么眼神？本少爷最看不惯你这种阴阳怪气的模样。你，唉，你就这点功夫，还整天装出一副天下第一的模样，你是如何活到这把年纪的？我告诉你吧，四大狂，我看你这根骨不错，不如拜我为师，叫我一声师傅，好让我教教你，省得天天出去挨揍。武功一般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哼，可笑，我师傅可是威震武林的四顾门门主李相夷，当这天下第一的徒孙，你就偷着乐吧。他还收过徒弟呢，看来他脑子早就坏了，收你这样的蹩脚货。别嘴硬了，赢了你师傅再说。不饿吗？开饭。哼。李莲花，你真要把他一直留在莲花楼啊？我可提醒你啊，那个四大皇非常有欠揍的体质，他可是会连累你的。阿飞自有分寸。什么味道？这是什么呀？你又研究新菜了？昨天帮你调整过的红汤桂鱼不是很好吗？那个菜已经做很好吃了，自然要研究新菜了。我先去外面摘个葱啊，你把这给我端过去。还有，又拿我试新菜。哇，好香啊！哎，四大狂，你要不要试一下李莲花的新菜？
你要是敢一口气把它给吃完了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今天之内你动手绝对不还手。好啊。你们把菜都吃完了呀？这可是3天的菜量啊！他一个人吃完的。不是，你不是说你没有味觉吗？一向只吃白米饭的嘛，吃什么都一个样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没算你的菜钱。原来你吃不吃好赖啊？你故意夸我呢你？你让我吃的。我，这可是花了30钱买的呀。休息了。楼上只有1间客房，先来后到。2楼的房间最大，够你们一起住的。绝不可能。哎，干嘛呢？杵在那耍帅呢，还戴个面具。这李莲花说你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就你这次大狂，还会怕人呐？你怎么这么慢？哎，这百川院是不是还得往上爬？我爬不动了，你先带人上去吧。我让阿飞带我去旁边的普渡寺歇一歇。我说你体力也太差了，赶紧吃点肉补补身子吧。这都10几天了，连个肉汤都没有。哎，自大狂，赶紧扶他去普渡寺休息休息，顺便给自己烧个香，谢谢人家菩萨保佑你能活到现在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快走！凭着扬州慢的功力，你也不至于爬个山都这么费力吧？是真走不动了，来拉我一把，啊！唉，10年前的东海一战你输给了我，四顾门分崩离析，你这是一蹶不振啊！我看错你了。这人生无常嘛，纠结无益。你看，现在的景色多美好啊！你就当我早已无所求，我现在只想找到我师兄的尸骨。一会儿我们分2路走，你明着去查普渡寺和尚失魂的下落，我去看看名册上可有记录。谢了，来拉一把，真走不动了。唉。和尚，这问你的事儿怎么样？什么失魂会元，老衲一概不知。你这自从做了方丈之后啊，这脾气倒是大得很。我和你说呀，还是得修身养性。本意图个清净，可俗世偏生来扰，再好的修为也被你气出3丈无名火呀！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？所以我着急啊，和尚。你找不到尸魂，我就寻不到我师兄的遗骨，我怎么有脸面去见我师父呀？再说了，我怕是要做这个孤魂野鬼喽。哼，你倒好，都想好了做鬼的事了。所以我是真的着急呀，你别老发倔脾气好不好？李施主面前谁敢称倔？老衲原以为你想好了就会回来。岂料你还真就一走10年，老衲闻着点风声就给你写信，信呢，都寄到狗肚子里了。
信？合着你给我写信了呀？你，信呢？是不是你？和尚，我这居无定所了吧？怕是遗失了。你这是任性妄为！当初老衲断你余命10年，你不自救，如今本该10年胜1，可你的脉象比老衲预料的要弱得多，竟然连1年都不足了。你。丁酉年，犯贪戒，逐出寺，入京渊盟，化名石魂，遂落于此。冥顽不灵，当真是勉强不得你啊！百川院出事了。哦，老衲还以为你早已心如铁石，把过往抛得一干二净了。原来你还记挂他们死活。老衲听闻，云比丘10年来自闭于百川院，老衲贸然猜测，他就是当年为李施主下了必察之毒的人。这你出事后，云比丘后悔莫及，遂赶去东海寻你数月未果。白院主找到他时，他竟无半分的抵抗之意，被白院主一剑穿胸。幸好齐院主及时查明了，他确系为奸人蛊惑，并非真心要害你，于是就派人救下了他，留了下来。可云比丘10年来画地为牢，不肯宽恕自己。老衲再猜一猜，李施主并非为此而放不下胸怀。毕竟当年之事，终是一环扣一环，总得有人先放下。和尚，你可真是会猜谜。不过，莫再顾左右而言他。你告诉我，百川院是不是出事了？安心，百川院没事。是百川院新近得了一把剑，于是便向四顾门昔日好友发出邀约，要召开赏剑大会。这把剑便是李施主当年的贴身佩剑少师。随着当年少师坠入东海，数年后有人东海捕鱼，复得此剑。之后，此剑便被辗转贩卖，直到回到百川院，已是历经了43手。名剑的宿命啊！李施主不觉得此剑该回到他主人的手中了吗？这名剑嘛，自然会再寻到一个好的主人。那人呢？旁人暂且不论。有一个人你总要见一见的。
那东海之后，方丈可有过失魂的消息？百川院新立时，曾四处捉拿金元盟残部，牢中关押着成百上千。后经乔女侠提议，释放了一批不曾为恶的普通盟众。这个被释放者名单，就是乔女侠亲手所定。她必然知道李施主想要寻找之人。这世间的事真是玄之又玄，有些人你不想见也得见。道中吃饭了，老衲惜命，从不苛待自己。来，李施主一道用吧。哎呀，寺院中新来了个管厨，叫敬人，手艺不错。这半个月来，老衲是饭量大增啊，真是罪过呀！油脂、炭渣。来，和尚，你们新来的厨子偷吃啊？饭我就不吃了，告辞。查的怎么样了？普渡寺这10年都没有失魂来过的记录，乔安冕现在是唯一的线索。你不想去，我去。哎，你放心，肯定都会查得到的。李盟主啊，如今你的内力全无，还是低调一些好。上秋，太秋，今日百川院赏鉴大会，需要有请帖或者引荐人才可进入。李莲花，你还是来了呀？哦，是啊，这赏鉴大会嘛。哎，这阿飞啊，非要过来凑热闹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朋友，最近名头很盛的莲花楼楼主神医李莲花。至于这个嘛，就是他身边一打杂的，我做推荐人带他们进去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吧。哦。来，在赏鉴大会之前呢，我隆重给你介绍个人。这个，就是我师父李相夷的画像了。这看着也挺普通的，倒是真能辟邪。怎么说话啊你？注意点。在百川院建立的时候，他的画像就挂在这儿了，10年了，没有人能忘得了他。哦，对了，你身上有糖吧？给我2颗。看什么？我知道你喜欢吃糖，别抠了，快点。再来1颗。只有1颗，你爱要不要？切。我每次来，都会给他带点儿。在所有人眼里，他就是四顾门门主李相夷，是多少人的依靠，又是多少人想挑战的目标。可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注过他的喜好。偷偷告诉你吧，我可是见过他避开所有人偷偷吃糖的样子。谁能想到，这武林第一的李相夷，吃颗糖开心的跟个小孩一样。那你还别说，你跟我师父不是，
不是什么？东海大战，李相夷输了，他应该第2。你说李相夷输给了狄飞升，你看到了，他们可是在海上打的，你在哪儿呢？你是鱼精还是乌龟精啊你啊？哎，别吵了，听到了没有？要开始了，走。去，别乱说话。哎呦，老四，这都10年了啊！我还以为乔婉冕是你的女人。乔姑娘，她只属于她自己。萧某有幸与诸位一起见证少师界重现天日。哎，快看，还真是少师剑呢！李相夷就是用他自创的相夷太剑一战惊绝江湖。听说为了博乔姑娘一笑，在剑柄上系了丈许无仇，在扬州江山下无顶殿的一套醉如狂36剑，引得万人空笑。不多的时间，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。问过四季千变万遍，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。就在江湖之上，万里风光，谁不曾流浪？谁不是守着聚散的远隔天涯上月亮？就在江湖之上，少年轻狂，千杯不醉如愁肠。人间一叹，如梦一场，江湖相忘。据说争相围观者不知多少，只为目睹那红绸一剑。今日，你们俩也算长了见识了。也只是少时心性，做事情太夸张了而已。是啊，竟这般招摇。哎，你们俩什么态度啊？这可是你们俩无法觊觎的高度，我看你们纯属妒忌。诸位若想尽兴，可上台来比试一番，一炷香内。只要没有落身台下，谁最后一个摘得绸花，便可亲自仪式少师剑。必须是我！还真是挺热闹的。门主自来不喜寂寞，这回应该挺高兴的吧？这认识你这么久了。你背的这把刀叫什么呢？刀，刀，没有名字。刀就是刀，要什么名字？取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名字，最后还是落入他人之手。你说了算。还不拿回你的剑？谁的？这李相夷都已经死了10年了。输给我这么放不下？李莲花，你怎么上来了？还有人证面具。
相见，落花有主。李莲花，你采了什么狗屎运啊？狗你个头啊！这位朋友并非是四顾门的故友，未曾见过，敢问尊姓大名啊？哦，在下姓李。李？李什么？那李莲花。哦。试剑吧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啊！你竟敢毁少师！啊，各位，有话好说，这当中肯定有误会。嘿嘿，这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剑是假的呀。你为什么说是假的？这个剑啊，仿的真像，连剑柄上的雕纹它都完美无缺。可我听闻李相一15岁就得此剑，剑不离手5年，但是这个剑柄上却没有丝毫的磨损，实在是太奇怪了，一点磨损都没有。来，看看。当年项羽与无忧剑客一战，最后为保全无忧的性命，他反手用剑柄抵住了无忧的杀招，这把剑却毫无损伤，确实是假的。这不是我寻回的少师，吉恩主，剑被调包了。假的吧？你们看，3日前，乔女侠和萧大侠带着少师剑，将少师剑存放此处，剑室管理严格。这几日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此地。今日赏剑大会开始前，是我和石水将剑取出来，应该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可以将此剑调包。你们看，这里好像有问题。好家伙，
这儿怎么有个地道啊？到底是谁什么时候挖的？这地道也不知道通向哪，要不要下去看看？10年了，所以有人就着老地道挖了一条通往剑室的路。10年前，百川院是四顾门的分院，我们常住于此，还有这么长一条地道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地道，阿敏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李莲花，快来看！哎，借过一下。死了，是被当兄迷奸所杀，有2个时辰了。阿柔，阿柔，这是我的婢女阿柔，难怪我从今日起来就找不到她。他可知道少师存放剑室秘库的事？他一直跟在我身边，和纪元主的信件往来，都是他传递寄送。伤口薄而利，这宽度，像是少师留下来的。这处有2种血印，血印并不凌乱，2人并没有发生争斗，他们相对而立，阿柔猝不及防被杀害。应该是阿柔与人合谋调包盗走了少师剑，却被合谋者灭口。这脚印大小，一看就是个男的。你猜的没有错。这么一看呢，应该是藏在普渡寺。这说来也巧了，普渡寺的和尚呢，都穿这种自制的小草鞋，外面可没有。半个月前呢，普渡寺来了一个新的厨子。半个月前？这也太巧了。是啊，太巧了。这墙壁上有一丝裂痕，似与外界相通。当那竟人提醒探查时，那竟人已不知了去向。没想到他竟是这般穷凶极恶之徒。百川院和普渡寺合力，定能找到那贼人。但愿如此，阿弥陀佛。乔姑娘，你可认得上面字迹？是阿柔的字，郎痴迷于此剑，自愧于我家小姐，亦不愿郎心有遗憾，愿为郎取来一个，再将剑归还，不令人发现。看来这个阿如姑娘是被情爱所骗，原本只想着换了剑，给这痴迷少师的情郎瞧一瞧，却没想到这情郎别有心思，杀人夺剑。是啊，阿柔糊涂，白白葬送了性命。好，
那还要劳烦萧大侠和方施主，带我2位弟子再下地道，将那位女施主尸首带上来。没问题。乔施主，不如先到老衲禅房稍坐，喝茶等候片刻。李施主一起吧。2位请吧。原来方丈与李先生早相识。是啊，相识早晚都没关系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？只怕重见之时，故人对面不相识。方丈何意？难道李先生，我们以前见过？哦，那自是不曾。无料方丈呢，他讲经讲习惯了，爱谈参透人世的了悟之言。只是我个人呢，不太相信什么恒定的法则，那都是个人的选择罢了。正所谓因缘际会，顺应天成。前日因，今时果，躲不开的何不面对呀？李施主应该有许多话要对乔女侠说才是，干嘛只对着老衲唠叨啊？老衲管不了闲事。讲经堂讲经去了，你们聊。李先生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少时呢，曾在这个普渡寺住过一阵子，结识了一位小沙弥，他叫做慧元。后来才知，他加入了金渊盟，叫做尸魂。尸魂，这名字我听过的，我定帮先生查清楚。那就有劳乔姑娘了。啊，那我去添点水。乔姑娘，乔姑娘，乔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他们该出来了，我去看看李先生所闻之事，我查到就告知先生。什么时候开始对女人束手束脚了？为什么不告诉他你是谁？还是觉得现在的自己比不上以前的李相夷？狄盟主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管别人的闲事了呀？哼，我就是觉得你这副为爱自苦的样子挺新鲜的，别剪不断理还乱，牵扯我们要做的事。狄盟主啊，别人的人和事早都与我无关。得到尸魂的消息，我们立刻就走。哎，李莲花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萧大侠和乔姑娘回百川院了，事都办妥了。不过乔女侠说窗外看见个人影，于是便追了出去。等我们追出去的时候，乔女侠和人影都没了，大家正四处找人呢。行，那我们分头找。哎，李莲花，哎，这个李莲花还真是紧张乔女侠，只可惜怕是要落空了。
诗水姑娘，杨云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鬼鬼祟祟的。诗水姑娘别误会，在下原本是想来参加赏鉴大会的，谁知路上有事耽搁了。等赶来时，便听说少师剑丢了。所以监察司是过来看笑话的吗？不，在下绝无此意。现在是剑丢了的问题吗？现在是连人都丢了。哎，使者姑娘，使者姑娘。 找人啊！你知道他在哪？我看到他追这个和尚，却被反制拖走了，好像就是你们要找的杀人盗剑的假和尚。你袖手旁观，他被带去哪？还能从你的眼神中看到杀意，真是让人欣慰啊！李相夷还没死。狄飞生，你最好不要跟我开玩笑。乔安冕在哪？ 是阿柔跟你说香灰粉能引发我的传承，你拿来对付我，他对你只是无话不说。都是他逼我的。我说了，我不是不还少师，我只是想留他在我身边多待几日。当今武林，谁不贪恋这把天下第一的宝剑？你害死了阿柔，还这般懦弱的为自己开脱。够了！你们封了山口，把我困在这里，走投无路，我只能绑了你，剁了你一只手送给他们。乔姑娘，还好吗？李先生，为何在此？哈，大家呢都在分头找你，我不过是正巧遇上而已。我这功夫不济，就只好搞偷袭了。我给你解开吧。李先生不顾危险来救我，此大恩，万免铭记。乔姑娘不必客气，这个人啊，实在是太无耻。 阿冕得君爱护，相随相伴几载，永刻于心。知君胸怀广大，令阿冕敬仰。
骄傲，又叫阿冕惶恐。君爱江湖喧嚣，爱武林至高，阿冕只能紧紧跟随君身后，疲惫不堪。君终如日光之芒，何其耀眼夺目！然，谁人又可一直仰视日光？阿冕心倦，敬君却无法再伴君同行，无法再爱君如故，以此心与君诀别。永驻君，身长剑，虽无忧，还却平生所愿。阿冕留。李相夷啊，李相夷，你只当大家仰仗你敬重，却不知你已成为他人心中所累。对不起，阿冕。乔姑娘，我看这普渡寺和百川院的路口实在是太远了，不如我们加快脚步。小心台阶。乔姑娘，我之前听萧大侠说过，你有喘症，不如先坐下来歇歇吧。啊，慢点。阿冕，你怎么样了？相依，相依，你来了。你今天肯跟我说话了吗？还是不可以？我知道你恨我。乔姑娘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不，我不要走，我不要回去。相依，不要走。相依，你还记不记得这里？那个时候，你有一句话不说，跑去跟什么孤注比试，我又担心又生气，让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所以我把这个地道来接你。那个时候，总想让你高兴一下，可你又总怪我不懂你，而我呢，一心也只想着四顾门。却也忽略了你的感受。你怎么明白的这么晚？已经晚了，相依，我找不到你，我找不到你，我也等不到你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阿冕。
都没有人影。岸边定是被那贼人抓走了，也有可能下山了。我现在就下山追，你赶紧通知百川院的人也下山追。啊，好。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哎，我问你，你见到乔姑娘了吗？与我何干？哎，等等，乔姑娘跟你没关系，那你可见过李莲花了？她说她要去找人，结果人也没了，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你们俩老有一场，总得关心一下她去哪了吧？她和你说我们老有一场，有意思。哎，你把话说清楚呀！奇奇怪怪。给他求的。哦，这原来是乔姑娘的一位朋友啊。当时我只能先回去找人帮忙，可没想到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被海浪卷走了。现在想来这件事真的很遗憾。别说了。你找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这么算起来，大约有10年了吧。对不起，阿冕，总让你伤心，却无法补偿你。此经他对你一心一意，我看得出，你也依恋着他。别为难自己了，你往后要幸福。乔姑娘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住手！不许碰他！
萧大侠这是要干什么？他试图对阿冕不轨，该他所受。若是阿冕有任何闪失，我要他的命！不问缘由，枉断是非就出手伤人，亏你还是四顾门的人。四顾门已经散了10年了，你这话打哪说起？这贼人我要一并带走。萧大侠未免太仗势欺人了吧？百川院好歹给我们天机堂3分薄面，你若是敢欺负我方多病的朋友，就别怪我撕破脸了。萧大侠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碰巧遇见乔姑娘，被人挟持进了地道，才跟了进去。哼，还敢编造救美之词，你也配？子敬，住手！我先不跟你们计较，我带阿冕回去。阿冕，来。这萧子敬什么毛病啊？天机堂少堂主果然威武，但你和当今大侠撕破脸，这还怎么进百川院啊？本少爷就是看不惯他仗势欺人的做派，管他那么多呢。你怎么样啊？还好，没事。大哥，乔姑娘她怎么样了？喘症发作，幸好吃了李神医的药，已无大碍。乔姑娘难道就没说别的吗？李神医为何敢去救她？乔姑娘难道不觉得李神医似曾相识吗？比丘，你到底要问什么？大哥难道不觉得那李莲花的相貌与门主有些相似吗？要解必察之毒，除了要及时服下独门解药之外，另一解法便是无了的范术金针。这些年来，假冒门主的骗子还少吗？若是范术解毒，这无了又有什么理由不告诉我们呢？是啊，比丘，我觉得他的年龄、身量、武功都和门主不符合，只眉眼有5分相像，但细看又不像啊。大哥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再去试试的。都怪我当年一时糊涂。门主他才会。云比丘，你还敢提？那必察之毒是多恶毒的东西，它不仅散人功力，还会药力伤脑，令人疯狂而死。你不是不知，却仍对门主下了此毒，你做的是死100次都不足惜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过去的事情呢就不要再提了。门主中过必察之毒，只有我们4个知道，不要再传出去了。哎呀，当年他的确是无心伤害门主，只是中了那妖女的画皮媚术。这些年他在江湖上，几乎看到跟门主相似的，他都会去探访。我永远也原谅不了他当年犯下的错。李神医。啊，是几位院主。好，你身体虚弱，就不要起来了。这见笑了。昨日多亏李神医，我们才能寻回少师。今日我特意将其带来，好让李神医一睹少师剑。请。哈，这几位院主真会开玩笑。这宝剑我哪有资格？李神医言重了，上手试试，无碍的。那我就试试。哎呦！
实在是见笑了。这把剑实在是拔不动。我觉得吧，我能默默健身，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。哎呦，还请几位院主收好。